在本月29号的维也纳谈判的时候呢，出现问题。美国和伊朗双方谁都不做退让。伊朗代表说了，我不和美国的代表直接见面，我不跟他们谈。所以我们看到呢，伊朗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是在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给美国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本月29号啊，美国还有伊朗啊，他们关于伊核协议的问题呢，在进行相关的复谈。因为这个伊核谈判的问题呢，实际上是美国呢，就是特朗普政府单方面的退出伊核协议以后造成的。因为他退出这个协议以后呢，对伊朗进行单方面的制裁，就是军事上的这种威胁，经济上的这种封锁，外交上的这种孤立，他想呢压服伊朗，让伊朗呢按照美国的意愿重新签一个伊核的协议，所以美国是单方面的退出来了。那么伊核协议呢是一个多方的协议，就是不但有美国，有伊朗，还有什么呢？还有俄罗斯，还有中国，还有法国，还有英国，还有德国。那这样一来呢，等于是美国单方面的退群了。他退群之后呢，就造成了美伊的这种对峙。那么当特朗普退位，拜登入主白宫以后呢，就对外宣称要改变这种状况，美国还是要回到这个伊核协议里边来。但是呢，伊朗也要附加条件，也不是说美国就原封不动的回这个协议里边。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这个伊核协议啊，也就是拜登要重新谈的这个伊核协议，是在奥巴马和特朗普之间做了一个平衡。因为伊核协议签署的时候是奥巴马执政，那么退出的时候呢是特朗普执政。那现在拜登入主白宫以后呢，他要在奥巴马原来的基础上呢谈一个协议，那么也是在特朗普退出之后谈一个协议。我认为他的协议呢和特朗普的这个协议呢，应该说有一个差别吧。因为特朗普的主要的协议呢是要求伊朗不能进行弹道导弹的试验，不能威胁美国在中东的一些盟友，比如说以色列、沙特的安全。还有呢，伊朗呢不能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不能够对美国的周边的一些盟国采取军事上的这些行动或者威胁。所以呢，这些附加条件要从外面看起来呢，或者从伊朗的角度看起来呢，实际上和伊核协议没有一点关系。原来奥巴马签的时候呢，他就说只要你伊朗不要把这核研究、核开发用于军事领域就可以了。伊朗说我遵守啊，我的这个浓缩铀的比例都控制在3%几，就不到4%。这样一来呢，就可以签了。但是特朗普是加了很多的要求，他才能够再签伊核协议。那当然，伊朗是不可能答应这样的条件了。所以伊朗的领导人说呢，美国应该是无条件的回来。那不是说你附加这些条件，这些条件和原来签署的协议没有什么关系啊。而且呢，我们看到在本月初，伊朗呢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呀、北印度洋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演习。这个演习呢，它有一个特点，一个是它显示自己呢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控制北印度洋这么大的一片海域。就是说，当美国和伊朗如果在这个区域里边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它有能力来迎击美国的军事力量。因为尽管美国有航空母舰，有大型的作战舰艇，但是你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在这么一个狭窄的水道里边，你又靠着伊朗的家门口，发挥不出来你大舰的作用。所以伊朗的意思说，我不怕你，我就在这块儿可以用我的陆海空三军的力量跟你美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抗衡。所以他就是做好了军事上这个谈判的筹码的时候呢，我有军事上的应对的手段。所以他搞这么一个演习，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美国要回来你就回来，你想让我加这些附加条件，我是不会答应的。另外一方面呢，他在自己沙漠的中部啊，曾经在10月份也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演习，而且主要是用伊朗自己研制的这些导弹进行防空。就是说，万一你美国或者以色列要对我的重要目标进行空袭的话，我有能力进行防御，因为我主要用的是伊朗研制的导弹。这个曾经把美国的全球鹰侦察机给打下来过。即使没有外面的援助，军事上的援助，我也能够守卫自己的安全。所以我觉得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不会向美国让步。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在本月
29号的维也纳谈判的时候呢，出现问题，美国和伊朗双方谁都不做退让。伊朗代表说了，我不和美国的代表直接见面，我不跟他们谈。所以我们看到呢，伊朗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是在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给美国看。美国呢，现在也放出话来说，你要愿意谈就谈。机会的窗口不会永远打开，也就是说，美国似乎也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对伊朗做出让步，还是有条件的，它才能重回伊核协议。我认为呢，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在11月29号的伊核协议的恢复谈判以后呢，可能不会马上就签署一个协议，而是可能要经过多轮的谈判，可能才能达成协议。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